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，短短半年，他就跟我提出分手，这让我很难过。跟他在一块儿之后，我变得非常敏感，他根本就不会考虑我，很多事情都是我在迁就着他。这次分手，我真的不想复合了。很多事情是我不好，这次要走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觉得我要挽留他。一个要走，一个要留，这段情感最终归于何处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杰23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霞22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要走是吧？是。你要留是吧？对，我想跟他在一起。谈了多久了？有半年吧。你追的他？是。当时喜欢他什么呀？去年9月份那天，我的一个朋友然后约我就是出去打羽毛球嘛，在学校的体育馆。那次就是我的朋友然后带了他，那是我俩第一次见，感觉他又高又帅，然后运动起来还特别阳光，特别吸引我。我就最后跟他要了联系方式，然后我俩慢慢的多了联系，大概有1个月之后吧，然后才跟他说的表白的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走啊？寒假，然后他回家学驾照，然后我也放假回家，我俩只能打电话、微信这样子联系，他几乎从未主动联系我。我给他发的微信，他也没有主动回，可能我早上发的，他晚上才会回。我也不是没给你回呀，我晚上的时候会给你说晚安，然后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晚一点吧，然后给你发个消息，但是你也没有回我呀。那是很晚了，我平时都10点、11点睡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那么发生了什么？他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把我微信拉黑了，然后 QQ 也给我删除。我就觉得他总是对我忽冷忽热的，然后若即若离的。我记得那天和一个朋友出去玩，那个朋友是我闺蜜，然后她也见过，我俩挺好的，反正挺漂亮那个女生，当时我朋友都给她发微信，她突然秒回了，我就挺生气，她都没有回复过我的信息，秒回过没有？我那个手机没有电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充电。他正好那个就是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，然后我给他秒回了。明白了。但是我也回复你了。那都很晚了，你根本就不在意我。所以女生会认为说，她秒回的是你那个漂亮的女闺蜜是吧？而没有搭理你。对。因此你提出了分手，对吗？对，而且这种情况不止一次。后来怎么又好了呢？没有好，现在分手了，就是。从寒假分到现在啊？那你寒假回来之后，你不想分手都做过哪些努力呢？我回来之后我就找他，我说一块出来吃个饭吧，是吧？咱聊聊这个事情。但是，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吧，我就是不太爱表达自己，我也没，但是我的心意你应该明白。你总是说自己内向不爱表达，然后我都要离开你了，然后你都他说见面跟我聊聊天，把之间的矛盾都说开，可是他就在那儿站着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不在乎我。你觉得他不在乎你？除了寒假和实习的时候跟你联系的少，还有什么是不在乎你的吗？我记得那次特别过分的一次，他们一个室友然后过生日，那个室友叫了全宿舍的男生，然后他们都各自带了女朋友，唯独他没有通知我。我那个哥们儿吧，他是个单身，然后他想追一个女孩。你的朋友在追一个女孩？对。那他为什么不让你带女朋友去呢？他当时他就想让我问那个女孩，就是联系那个女孩要她微信吧。那你带你女朋友去，不是更方便要吗？让你女朋友去要不是更方便吗？当时我的朋友说就先不要带女朋友了嘛。那为什么其他人都带了而你不带？那会儿我觉得我那朋友就说这个事情嘛，我就随口答应他了。我说行，没事儿。好。每次我俩就是出去的时候，然后逛街，他就看到一些其他女生穿的漂亮的衣服，他就会说你为什么不爱那样穿呢？就觉得我很 low， 让他很掉价。就记得那次，然后你的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，然后请我俩一起去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了一句说，我那哥们儿就说，就是你俩人像哥哥跟妹妹一样。我说那天他穿了一个当时很尴尬，他都那样说了，反而你没有为我解脱那个尴尬的氛围，你还说什么了？你当时说，我就是很幼稚，像一高中生一样，是吗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那么一说，我又没有说。你没有想过，你说完之后我会不会很生气，会很没面子吗？不是你说这个点我真是不理解啊，就是你现在想分手是吧？
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分手？你能告诉我们吗？我挺喜欢他的。听起来不是没听出来你怎么喜欢他呀？好，你挺反感这姑娘的嘛，也不愿意跟她联系，然后带她出去你就觉得没面子，对吧？你跟朋友们说她比较幼稚不成熟，你还要追她，为什么呢？也不是，我刚认识那会儿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挺开朗的。我这个人的性格吧比较内向，我感觉我们也挺合适的。你们俩合适？那你能解释一下，你觉得跟他合适，为什么你不跟他好好相处吗？反正还是挺喜欢他的。可是你对他所有的态度都是鄙视啊，你怎么喜欢他呢？我记得我那会儿我实习的时候，就是刚第1个月发工资，发了1200块钱，然后我俩就去欢乐谷玩，然后去完了我就手里就剩下几百块钱了，就剩生活费了。那次他想吃那个猪蹄子，那天就是很晚了嘛，到第2天我跟我朋友去吃饭，我就给他点了一个猪蹄子，我给他带回来了。我可能就是表达上我可能就是我不会就告诉他，可能是就是因为我先追求的你，先喜欢的你，你就觉得自己可能很优越，很高高在上。我记得那次咱俩第1次看电影，你居然放我鸽子，我当时还想着跟你在一起坐在电影院里多么的美好，但是最后他放我鸽子，他连解释都没有。最后过了一段时间嘛，我还有我的闺蜜，我们4个人，然后坐在一起吃饭，我就聊起这个事情，我只是说了几句就提了一下，我说他平时也在一起也挺久了，有几个月了，没给过我小浪漫小惊喜，居然说带我看电影都没有带我去。然后他当时就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干嘛跟你朋友说呀？是吧？咱俩的事儿，我没带你去，我也当时没有说你不是，我没有很严重，我只是提了一下而已。你当时那么生气，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但是后来还是带你去看了那个《你的名字》。啊，你是带我去看了，你都没有问我要看什么电影，就在手机上随便团了一个，是吧？挺好看的，女生，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，你已经下定决心分手了是吧？还是没有？对。你回答我的问题，你留恋他什么呀？你明确一下，这问题你应该问过你自己很多遍了。对，我问过自己很多遍，但是有没有答案吧？告诉我。他会一会儿对我好，一会儿对我坏，我不知道。这问题咱们可以不答。你跟他站在一起，你自己觉得你配得上他吗？我指这配得上，可能就是外表。你配得上他吗？你自己觉得？自己觉得，可能是因为我天生有点自卑，然后就好像那次，他私自拿我的手机，然后发他的朋友圈。用我的手机发他的照片，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因为他总是拍照的时候把自己拍得很帅很拽，然后发那个图片和文字，从来就没有关于我的，让我怎么想？或许他就很享受那些。他不是拿你的手机发的他的照片吗？对，但是他只发他自己的啊。然后平时合照的时候，他就说拍得那么帅，发了吧，因为可能是我就这种性格。然后不希望别人看到，然后评论一些说3道4的，那样我会很尴尬。大家说你们什么呢？会觉得很配不上他。你自己觉得配不上他是吗？我就觉得我站在他身边，就好像一个灰姑娘一样那样子的。我真的特别敏感，尤其是跟他在一起，我们走在街上。那天刚逛街。然后就是我看一个女孩穿的挺漂亮的，我说哎，这个女孩穿的衣服挺漂亮。你说过好多次了。对啊，我就这么随口一说这个事情，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拿着这个事情就天天说。行，你愿意跟他一起逛街吗，姑娘？现在不太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先解释一下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平时除非就是穿衣服都会问舍友，然后该怎么样穿会好看。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又那样子说我，而且说了好多次，他也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，也不在意我的感受。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更适合，或者他自己就喜欢，又高又瘦漂亮的女生。然后每次出去的时候，他的朋友也都是一些比较高比较帅的。然后我就觉得他或许真的不喜欢我，只是当时觉得刚好遇到了一样。就包括走在路上。我都真的挺害怕的，他多看别人一眼，我都心里会咯噔一声，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。理解了，一个挺真实、挺可爱的小姑娘，
真是碰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王子了，突然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所以王子稍微做一点什么，过分的不过分，我们俩刚刚在一起不久，我也没有要求他说陪我很久，然后也没有要求每天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从来都没有。觉得自己很卑微是吧？对。不想再卑微下去了，但是发现这臭小子又是个毒药，还想接着吃，是这意思吧？可能就是我先追求了他，然后他就觉得，但是我想为自己做一次主，但是我真的很纠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又回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当这个男生倒回头来追你的时候，你更迷茫了。这臭小子要干嘛，对吗？好了，这臭小子要干嘛呢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我觉得自卑一点都不可怕，自卑有时候真的是动力。你可以个子不高，但你可以身材很好啊，你可以去看时尚的杂志，让自己的衣着品味更高。你可以修炼内心去读书，去看这个世界，让自己变得个性更好。但是你没有利用这些本来你可以变成公主的机会，你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控制。也许他不给你回短信的时候是在忙啊。而且有些人可能就是视觉型的，我看不到你，我在忙我的，我也就想不起来。我们在一起时候开开心心的不好吗？所以你会胡思乱想，你觉得他不在意你，其实未必是那样的。所以你没有利用好自己本来拥有的优点，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不足。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美女身边是一个敦厚的老实的男人，一个帅哥旁边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人，很般配啊，我觉得。但你们俩今天不般配，我觉得最初颜值不般配，而现在你把内心搞得也不般配了，所以我倒真是觉得他现在是有为难的，他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你了，不是因为你不够美，是因为你的内心变得不如以前美。有时候颜值高的人真的情商很低啊，你觉得你情商低吗？低。所以他并不会去用你喜欢的方式去鼓励你，去夸赞你，他不会。你要选择这样一个情商相对低的男人，你就要自己变得强大起来，好吗？加油吧！好，谢谢严老师啊，来于老师。我先问一下女生，你自卑吗？我觉得我挺自卑。你确信你自卑吗？嗯。你这么的确定你是自卑的，所以自卑，它其实也是一种自信。就是你相信你是自卑的，那你就是自卑的。你每说一次自卑，你就会变得更加自卑。你不自卑，你这样说下去，你也变得真自卑了。人都是自信的，就看你相信什么。但是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情，在今天这个舞台上，在你俩之间，自卑的不是你，至少他比你还自卑。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吧？对，很多事情不仅仅是感情，压抑、烦闷，很多情感不善于表达。他的出现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给了一些色彩。他的这样的倒追，给了你一种内心的反而的自信和安全感，所以你很在乎他。那但是如果今天一个这么声称自卑的人离开你的时候，就把你仅存的一点点的自信全部拿走了，这种感觉让你觉得他不能离开你。所以你的话呢，我是这样来理解的：第一，的确你也不敢那么大胆的去爱别人，包括去爱他。另外一点，你的确不太会爱人，不太会去表达，很多你的逻辑经常是混乱的，在你的生活里面很多情况下你都搞得一团糟。小姑娘，她不会爱人，不太会表达，所以在她身上很多地方是配不上你的。但是我想说，如果两个自卑的人总是从对方身上来找回自信的话，你们两个枯竭的人彼此慰藉是长远不了的。如果两个人都不能够从自身去壮大自己，总是从别人那里面寻找自身的感觉，那你们两个会越来越累，迟早会耗竭彼此，最后被动的说拜拜。如果你觉得真爱他，
你能不能给他带来一种快乐，而是自身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赶早的放手。男生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多闷，模仿还是会的。如果你今天也不敢大胆的去来追求你的爱，你未来还有什么？所以我希望你们2个人今天通过这个节目，能够重新来看自己，大胆一点来表达自己，没有自卑还是不自卑，就看你相信什么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来，听听涂老师这么说。女生是自卑，但细腻，她情感很丰富；男生是自恋，但同时又很笨拙。表面上你们之间不是爱情，是怜悯与被怜悯的关系，但实际上你不是被怜悯的那个，其实你是他的药。其实爱情不是拯救，有一种人寻找自信的方式，是从比自己更自卑的人身上找到自己的自信。比如说你反反复复在他面前说你自卑，你矮他一头的时候，他瞬间找到自己的一种价值感。包括他跟他的寝室的男同学，他的寝室男同学说你长得帅，不用带你女朋友来，给我长长脸，帮我去要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，他也瞬间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。我相信他的那个寝室的室友一定没有他帅，或者说在他寝室室友的话语之下，他瞬间找到了自己的自信。所以其实你们之间是一种需要被需要的关系，但并不是爱情当中的需要与被需要。你也许非常不明白这个男生为什么对你忽冷忽热、忽远忽近，他能够为你在寒风中冷到发烧，但是面对于你一次又一次的短信的问询，他又可以做到茫然不知。第一是源于他笨拙，第二是源于他内心有一种怜悯你的感受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喜欢跟比自己自卑的人相处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和存在感，所以他不愿意离开你。这种不愿意离开不是一种爱情的依恋，而是一种心理的需要。于姐姐说的没错，其实我认为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如果论自卑程度来说，至少你比他要强。为什么？至少你会说出自己的情感需要，我需要什么样的情感，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需要你怎么对我，你敢提出这样的要求。但是他不会，他只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更加显现你的自卑，那就是你看你穿这么土，你为什么不那样穿呢？他在说这些话的同时，是自己在自卑。如果不是一个自卑的人，是个自信的人，他会这样鼓励你：没关系，谁说你丑了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怎么穿你都漂亮。亲爱的，慢慢学吧。如果他是个自信的人，他会这样说，而不会去谴责你或者教你怎么穿。的确，两个自卑的人在一起，除了互相取暖之外，其实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感觉。你要的他是给不了的，因为他自己都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他怎么可能给得了你？你要明白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这种不冷不热、忽远忽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是不是来源于一个细腻、诚惶诚恐、对你患得患失的一个小女生对你的依赖？你只是喜欢这种依赖而已。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变得强大起来，但你们之间绝不是爱情。就这样。问问自己，我对他到底是什么？把它想清楚。如果想不清楚，先别急着做决定，至少不在这个节目里做决定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，我大概都，你也能理解。我这个人就是我不太爱表达，不会表达自己，但是我做的一些事情，你肯定能感受得到。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在一起的话，我会好好对你。我今天也听老师讲了这么多，我还是始终相信那句话：如果一个男生会喜欢一个女生，他即使再高冷，他也会变得温柔。但是咱俩在一起都半年多了，我没有看到你一点的变化，甚至更糟糕。
那都是过去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如果来，时间到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。谢谢3位老师，我会对他好的，我会让你幸福，我不会再那样对你。他转过来了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现在特别复杂心情。没事儿，爱情是有成功和失败的，失败了也不要灰心。但是如果今天决定转身，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，就珍惜，好好面对对方，把过去那个不快就摔掉它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谢谢，来，带着妹妹走。本栏目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、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。伊贝诗女王焕颜季期间，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加1元多送1套，改变自己，做自己的女王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会对你好的。全亮灯，拿着吧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回吧，走吧。